第5回内容主要讲述了马员外与乞讨老人王重阳的相遇及对话。诗中提到修行的重要性在于正心诚意，若不正心，只靠外在的仪式，如烧香、塑像，则无法获得真正的道理。马员外邀请王重阳住下，王重阳却拒绝，因为他习惯乞讨，认为不应该接受无名之食。孙渊真指出，君子应该谋道而不谋食。最终，王重阳透露到，此是为了马员外的财产，想用这些财富来招募修行者，让他们专心修行。马员外起初对此感到惊讶，但在妻子的劝说下，开始思考这笔财产的真正价值。整体来看，内容探讨了财富的本质与修行的重要性。现在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史传的故事内容。仙佛圣贤执此心，何须泥塑与装金？世间点烛烧香者，孝道慈悲观世音。这4句诗讲的是成仙、成佛、成圣贤，都在这心内用功夫。心正而身亦正，所行之事亦正；心邪而身亦邪，所行之事亦邪。故修行之人，必先正其心，而后成其意。盖心不正而意不成，意不成，妄念百端，永失真道。古人有诗云：妄念一生神即迁，神迁六贼乱心田，心田一乱生无主，六道轮回在目前。又曰：六道轮回说不完，畜生恶鬼苦千般，劝君勿起妄开面，一劫人生万劫难。所以说，仙佛圣贤执此心，此心不可不正，此意不可不成。若不正心诚意，徒以塑像装金，烧香点烛，有何益哉？孝道观世音者，孝世人不能正心诚意，而讲修行，徒以烧香点烛而邀福泽，是不知此心之妙也，故发笑耳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又说马员外听说提罐的老人来了，急忙出外接着，拜请老人到家内。那老人随着他来到厅上，径自坐在椅儿上，大模大样，气昂昂地问曰：你叫我进来有何语言？马员外曰：我见你老人家若大年纪，终日乞讨，甚是费力，不如就在我家内住下，我情愿供养于你，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？话未说完，那老人勃然变色，说道：我是乞讨惯了的，不吃你那无名之食。马员外见老人变脸变色，不敢再言，抽身进内，对孙渊真说：那提铁罐的老人被我请在家内，我说要供养他，他言不吃我无名之食，眼见是不肯留之意，因此来问你，看你怎样安顿。孙渊真闻言笑曰：岂不闻君子谋道不谋食，小人谋食不谋道？你见面便以供养许他，是以饮食诱之也。君子岂可以饮食诱之乎？是你出言有失，话不投机，待我出去，只要3言2语，管教老人安然住下。非是先生不肯留，只因言语未相投。渊真此去通权变，管教老人自点头。且说孙渊真来到厅前，见了老人，拜了一拜，道了个万福。只见那老人笑曰：我乃乞讨之人，有何福可称？孙渊真曰：你老人家无挂无碍，逍遥自在，岂不是福业？不忧不愁，清净无为，岂不是福业？这尘世上许多富贵之家，名利之人，终日劳心，多忧多虑，妻恩子爱，无休无息，虽曰有福，其实未能受享，徒有虚名而已，怎似你老人家享的真福？那老人闻言，哈哈大笑曰：你既知逍遥自在是福，清净无为是福，怎不学逍遥自在？怎不学清净无为？孙渊真曰：非不学也，不得其法也。欲逍遥而不得逍遥，欲清净而不得清净。老人曰：只要你肯学，我不妨教你。孙渊真曰：既你老人家肯发心教我，我们后花园内
有座邀月轩，甚是清静，请你老人家到里面住下，我们好来学习。老人点头应允，说话投机，古今通。先生今日遇知音，知音说与知音听，彼此原来一样心。且说老人闻渊真之言，心中甚喜，点头应允。马员外即叫家人马兴将后花园邀月轩打整洁净，安设床帐被褥，桌椅板凳一应俱齐，即请老人入内安身。又拨一个家童，名叫真娃，倒涂递水，早晚送饭。又说马员外对孙渊真曰：我们同那老人讲了半日话，未知他姓名，我去问来。孙娘子说：大恩不谢，大德不明，只可以礼相遇，何必定知其名？只呼为老先生，便是通称。马员外不信，定要去问。孙渊真拦挡不住，只得由他去问。马员外来到后花园邀月轩，见老人在榻上打坐。马员外走拢跟前说道：敢问你老人家高姓尊名，家住何方，为什么到此？一连问了几遍，老人圆睁双目，高声答曰：我叫王重阳，家住在陕西，千里不辞劳，为汝到这里。马员外闻王言吃了一惊，说道：老先生原来为我才到这里。王重阳拍手大笑曰：咱正是为你才到这里。马员外又问老先生为我到这里，到底为何？王重阳曰：到这里为你那万贯家财。马员外听了这句话，又好笑又好气，老着嘴脸，抵他一句说：你为我这万贯家财，难道说你想要吗？王重阳答曰：我不要，我便不来。这两句回言气得马员外面如土色，急自出去。先生说话令人惊，平白要人财与产，世上未闻这事情，其中道理实难明。且说马员外出了邀月轩，远走边想，自言自语：这老儿扫没来头，动不动便想别人的家财，亏他说出口来，连小孩都不如，还有什么道德？回到上房坐下，默默不语。孙渊真见他脸色不对，必定又受了那老人的话，遂笑而言曰：我叫你莫去问，你却不信，定要去问，总是你问的不合理，被老先生言语冲突了，需要放大量些，不要学那小家子见识。马员外闻渊真之言，颜色稍和，遂对渊真曰：我想那老儿是有德行的人，谁知是一个贪财鬼。孙渊真问道：怎见得他是贪财之人？马员外便把王重阳要家财之言说了一遍。孙渊真听毕说道：王老先生要你家财必有缘故，你怎不问得明白？常言道，千年田地800主，这财产是天地至公之物，不过假手于人，会用的受享几十年或几辈人，不会用的如雨打残花，风卷财云，随到手随就发散了，又到别人手里。所以说财为天下公物，轮流更转，周流不息，贫的又富，而富的又贫，那有百世的主人翁，千年的看财奴，万贯家财何足夸？谁能保守永无差？财为天下至公物，岂可千年守着它？且说孙渊真劝丈夫马玉曰：王老先生要我们这家财必有原因，只要他说的合理，无妨相送与他。况我们无儿无女，这家财终究要落在别人手里。话未说完，马员外笑口：娘子说的好容易，我先辈祖人从陕西搬到山东，受尽千辛万苦，挣下这一分家产，我虽不才，不敢把祖宗的苦功血汗白送与人。况且我们夫妻才半世年纪，若将家财舍与别人，我们这下半世又如何度日？又吃啥穿啥？岂不误了大事？孙渊真曰：枉自你是个男儿汉，却这般没见识。我们把家财送与他，是求他长生之道，既有了道，便修成了神仙，要这家财何用？又曰：一子成仙，九祖超生，怎么对不过先祖？看来这一个道字，
比你万贯家财值价多。金银财宝等恒河，财宝虽多，终用尽，不及道公值价多。道公万古不消磨。且说马员外听了孙渊真之言，说道：“娘子之言，非为不美。倘若修不成仙，岂不画虎不成，反类其犬？”孙渊真曰：“人要有恒心，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，何况学神仙乎？有志者事竟成，无志者终不就。只在有恒无恒，有志无志。常言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专。只要专心专意做去，自然如求如愿得来。历代仙佛那一个不是凡人修成？难道生下地来便是神仙吗？”到了次日，到邀月轩来见王重阳，说道：“老先生昨日说要我这分家财，但不知老先生要这些钱财以作何用？”重阳先生正色而言曰：“我意欲广招天下修行悟道之士，在此修行办道，将你这些钱财拿来，与他们养一养性，护一护道，使他们外无所累，内有所养，来时安安乐乐，去时欢欢喜喜。”重阳先生将这真情对马员外说了。马员外闻听此言，心中方才悦服，但不知把家财舍与不舍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能做舍己从人事，方算超凡大圣人。